中美之间会发生战争吗？现在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悬念，那就是完全没有可能。因为美国它已经错失了跟我们打总体战的战略机遇期，同时它也丧失了总体战的战争能力。原因很简单，它要是想拿对付伊拉克、阿富汗的那种空地一体战、海空一体战的体系来对付我们，简直就是挠痒痒。因为美国的这些战争体系，它的成立前提是它必须要拿到制空权才行。但是在咱们现在的近海，美国连制空权都拿不到，他拿什么展开对地攻击呢？难道他要靠日韩基地加航母编队上的飞机吗？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，对我们展开攻击，那不就相当于自杀吗？所以美国的什么空地一体、空海一体、航母编队这些玩意儿吓唬小国还行，如果碰上真正的大国，根本起不到作用。我是波比，大家要知道现代战争小国打小国，那就是一通王八拳，你抡我一下，我回你一拳。大国打小国呢，就是家长教育孩子，而大国打大国则完全不一样。它的不同之处就是体现在体系对抗上面。在没打之前，两边先得比划比划，你可能出什么招，我可能回什么招。而在高手之间呢，你比划这几下，大家心里就都有数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过去这几十年里，美国在军事方面上的建设就没干别的，只研究家长怎么去打孩子了。现在等到了真的要和大国之间进行比划的时候，才发现面对真正大国防空体系的时候，竟然自己连制空权都拿不到。而现在更让美国崩溃的是他拿不到制空权，但是我们却可以瘫痪他的军事基地。制空权这玩意儿就相当于踹门的意思，而瘫痪对方的军事基地呢，则是打断腿。可以说现在的态势就是美国踹不了我们的门，但是我们可以打断他的腿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用来突防的武器不外乎是 B2 和 F-22 这两个隐形战机，但是他们面对中国岸基防空系统的时候， B2 飞得那么慢，体积又那么大，只要被雷达发现，它跑都跑不了。一枚地空导弹几十亿美元可就报销了。以目前中国的能力，已经可以发现 B2 和 F-35了。所以美国要是用 B2 来突防中国，那可是太败家了。那么咱们再来看看猛禽22这款战斗机，它本身就是为了冷战和苏联对抗而生的，而不是针对中国作战所设计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就能看出来，首先它的作战场景就不对，其次它的作战半径太小了，只有700公里。您说放到日韩基地吧，在火箭军的打击下，它很难生存。那么放到关岛呢，也不行，因为它从关岛起飞以后来突防中国，那就意味着它飞过来就回不去了。那么有朋友就会说了，美国不玩突防，直接来硬的行吗？我跟您说，真不行。一枚地空导弹换一架飞机，在中国的岸基防空体系面前，美国的战机会像雪片一样飘落的。这还是在我们没有动用空军的情况下。所以美国是不敢再踹门了，他们只能研究新的战术体系，